小姐，沈府的丫鬟求见。小何，夫人，您快回府看看吧。大格林早上一走，那云雀便换了副模样，您再不管管，便要翻天了。你们把这个瓷瓶搬到那边去，擦一擦前面的那个灯了。夫人，你看他，全府上下都被他折腾半天了。他连大格岭都能认错，都得换了。大格岭看他可怜，好心收留。他倒好，真把自己当主母了。还是要跟大格岭府的相称为好啊。你们还是要多出去看看，这样出去做软垫的时候心中才有数。后院的草清理了吗？大格岭交代的书架擦了吗？那还不赶快去！我吩咐他们不止前厅就不算正事了。云雀姑娘，您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严重了！您吩咐下人办事，自然应当办好。可是我们领的是沈府的银子，为大格岭办事儿。首先，大格岭交代的事情，我们要先安排好。您说是吧？那布置的事明日再说。沈管家，你把府中的账册整理整理给我一下，我正好看一看。抱歉，姑娘，沈府的账册只能由府内的主母查看。哟，夫人，晨起安康。沈管家，您今日为何？夫人，早晨忘了问候夫人，罪该万死，请夫人责罚。责罚？依沈府家规，府内家仆必然要向夫人晨沐请安，女眷也要向夫人施礼敬茶。我第一天进府中之后，就牢记于心，沈府不养无礼数之人。今日老奴失礼，夫人就是把老奴逐出府外，也是名正言顺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给沈夫人敬茶吗？我敬就是了。夫人，喝茶。夫人，现在茶也喝了，规矩也立得差不多了吧？那咱们就来论一论道理。是大格岭让我管理府中事务的，我自然要尽心尽力。莫非夫人想跟大格岭唱反调不成？云雀姑娘刚刚是说想看账本是吧？对，你既然想看，那索性把下一季的账都管了吧。这，夫人，你是说所有的账都交给我管？我本来对此事就不太擅长，云雀姑娘既然愿意分忧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夫人，沈管家，还麻烦你把账本拿过来，交给云雀姑娘。近日我有公务在身，内院中大小事务一律都由云雀姑娘定夺。云雀姑娘，辛苦你了。夫人，您要三思啊！郎君也是一时眼花，必然是被那个外边的狐狸精使用鬼域伎俩，哄着带到家里来的。您放心，在他心里第一夫人只有一位，另外我们大伙儿也站在您这边啊。沈老管家，真的跟云雀姑娘没有关系。夫人，您别把老奴当成糊涂，要不是被那狐狸精气到，您何至于搬回娘家去住啊？谁说我要回娘家住了？哦，我这几日查案事务多，恐怕要在刑部熬到挺晚的，我就先不回来住了。您别管我了，走了。这如何是好啊？这个。有话就说。大格岭，您不在府的这些日子里，云雀姑娘她天天换这个瓷盘，换那个绣布的，周叔天天和她对呛。今日还给我下了死命令，说如果我再不把您和夫人带回来，
就不许我回府了。钟大管家其实和颜六娘这么好了。大哥令，您能否给属下一个明示？一开始我以为您是新月云雀姑娘，可自从您把她带回府之后，您就再也没回过府。这我该站哪边？请那位公务很清闲的，显然开始操心起我沈某的内务了。卑职错了。起来吧。几日后的安防布置的如何了？回大哥领的话，都好了。灵台秘书省的安防现在已经完全由我们内卫府来接管，原来的护卫已经调去支援弘文馆一良人那边了。本次恩科一共3天，1名考生逐一搜江郎行在哪？哎，那正好，我们赶紧说完就回家。江郎行，考生之间不得彼此交谈。徐帅让我们给你传个信，你听好了。上头最新指示再三强调事关重大，此次招考要封的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一页书也带不进去，听懂了吗？嘿，你说太快了，我没听清楚。哎，车，你稍微说的慢一点。而且徐帅不也嘱咐我们了吗？想让我们多勘察一下，看看安防有没有疏漏的地方。还要勘察一下。两位，要不随我进去看看里面几道门？内院我们也设了关卡。哎，车，要不，你们2个先进去吧，我在这等等我五哥，看看他什么时候过来。哦，对哦，你五哥也过了出事。好吧，那我进去了。江古板，快点儿！月老不好当啊。劳烦，请问您能帮我找一个人吗？潘池。你找的这个人，他确实是在中试名单上，但是到现在还未登记应考呢。多难！阿潘，你真的放弃了吗？谁说我放弃了？阿潘，真的是你来考啦！那天啊，我酒醒之后，想了想你跟我说的话，难得弘文馆向所有人招录，我这满腹才华，必须得惊艳一下那帮腐朽的老夫子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绝世的好文章。恭喜恭喜，那就祝你一举高中，榜上有名。你既然也叫潘池，和民间第一神探同名，必是一样的优秀。今日一看，更是容光焕发。那是自然，我这随便捯饬一番，必定是英俊潇洒，艳绝相安。这玩笑归玩笑，你的脸色可不太好，这2天可是又醉酒了。我这几天忙着查案子、看卷宗呢，但毫无头绪。你说的案子，不会是那什么扑棱蛾子的案子吧？你知道？自然是知道，全城都知道，传得神乎其神的。不过依我看呀，你就别只查卷宗了，你得多去问问人。周边的人我都问过了，当事人一个死了，一个疯了。那又怎样？干我们这行的，最不惧怕尸体。这死人身上好东西可多着呢。再说了，这疯子说的话，也不一定说的全是疯话。
沈大人年轻之时，笔锋如剑，遒劲恢宏；这后来呢，却是笔锋藏拙，古朴圆润。老朽也是练了许久，才能做到笔迹如出一辙呀。果然是伪造的。若真是了解父亲书法的严博士陷害，必然不会使用错误的笔锋。伪造之人，另有其人。阿潘，谢谢你。经过你的提醒，我似乎想到了别的办法。我？我可没提醒你啊。夫人让我好找啊。不在刑部议事，怎么跑这儿来闲聊了？大哥领，我来此是有公务在身，你管好你内卫府分内的事就行。我每天干什么去哪里，轮不到你插手。刑部的事情我管不着，但如果是夫人的分内之事呢？后宅乱作一团，你作为大阁领夫人，理当回去管管了。回府。哎，这太早了，你是不是妄想和夫人平起平坐，共侍一夫啊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进沈家这门。这可由不得你！我再说一次，把账本给我。大阁领，夫人。郎君，把夫人接回来了。这古话说得好，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这才能白头偕老呢。沈管家，我有点饿了，你要不去厨房看一下今天的菜？好嘞，马上去。云雀姑娘，你别跟老管家吵了，你不用担心，从我成婚第一天起，就跟大阁领约好了，日后和离。这账本早晚是你管。和离？大阁领这么好的男人，夫人还不珍惜？大阁领一表人才，玉树临风，谁若是看不到这一点，谁才是真的有眼无珠呢？多好的一个姑娘，可惜眼睛不好使。你笑什么？难不成你觉得大阁领很丑？不是，云雀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看这已经没我们什么事儿了，还是赶紧离开为好。你别拉我。那你自己走。回府住吧，毕竟我们……我明白，我不是你心里那个人。若是被外人知道，徒增口舌。等忙完案子，我会回来的，不会给你添麻烦。太皇太后今日抽中中式试题，我等奉旨拆开，题为“赏燕归祭色，观相安盛景，文才不限，诗赋尤佳”。
禀太皇太后，臣等阅卷3日，已定下弘文馆最终招录的名录，请太皇太后审阅。考卷已按评分名次摆好，上面第1篇就是本次第1名程伯简的文章。这潘池就是最后1名。正是。婉儿，你把这最后1名的给哀家读读。高松直山脚，矮苗生峰顶，以苗径寸茎，遮松百尺条。哀家觉得这最后1名的文采也是斐然呢。这潘池倒不是输在文采上，而是有些偏题。哼，这些哀家倒是有些听不懂了。婉儿，你就给哀家解读解读。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此考生是以雁归山脚，高大的松树喻指寒门才子，以山顶低矮的小苗喻指世家子弟。因生来地势就高，径寸之苗却能遮盖百尺之松。我看这雁归山的景描写得很妙啊。接着念：仰天大笑去，高步踏神州，贵者虽自贵，无事若尘埃；贱者虽自贱，谁言不谦君？朕一览群山，濯足于长河。潘池，我不仅要考，还要撕下你们丑恶的面皮。我看你这心思啊，根本没在棋盘上。你是不是想问哀家呀？为何明明看出了弘文馆选拔有阿扎行径，为什么还通过了原定名单？臣原本确实想问，但刚才已经想明白了。这个潘池虽文采斐然，但个性太冲动，所以本就不适合为官入仕。唉，这次考试本就是试水之举，才子选拔积弊已久，朝中官员有许多牵涉其中，已经是固若金汤一盘死局了。我纵然想动这盘棋，也得看看合适的落子时机。朕一览群山，濯足于长河。此文写的大气磅礴呀，借景讽今，暗示有人借不居门第公平选拔之名，行打压寒门固化门阀之实，好不痛快。行啦，你都夸你这好友夸半天了。那人家确实写得很好嘛。阿潘不只是与民间第一神探同名，他还很可能就是神探本人，8、9不离10了。严树立，哦，徐帅托我告诉你，你让他帮忙调查陈守杰履历一事，有眉目了。陈守杰他确实参与了侦办陈火娥一案，而且还因此获得了晋升。只不过晋升之后不久，他便疯了。原来陈夫人死之前他就已经疯了。火娥案跟他一定还有勾连，是我没有发现的。不行，我得再去一趟陈府。
没事吧？小心！暗器形式虽与那日不同，可射出的招式却极为相似。你受伤了？无妨，小伤。你怎么会一个人来这儿？我来找人没找着。你流这么多血，怎么可能没事呢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我才没有关心你。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我总该对你负责吧。这老爹可真是糊涂了，店铺明明关得好好的，还非要我过去检查有没有失窃。你还想跑？我劝你不要一错再错，我可是刑部女官，你若是自行告罪，盗窃之罪或可轻判；可你若是伤了我，那可是重罪。多管闲事的婆娘，去死吧！哎，是你啊！什么人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刚才那巡逻的是义良人，我们为什么要躲啊？我不想与宫门中人打交道。啊？你既会与宫门中人打交道，又武艺高强。啊，我知道你的身份了，你是路见不平的江湖英雄吧？夜晚戴上面具，化身秉公义士，行侠仗义，做好事不留名那种。算是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能走，你杀了人。怎么？你要抓我报官？我杀的可是杀你的人，你就是这般对待救命恩人的？论大仓律法，夜晚无故行凶杀人，反抗殴击行凶者致死，便可不论刑责。可是你也不能这么一走了之啊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帮你放水灯呀。小时候，我阿娘就常带我来放水灯。阿娘说，水灯
能够随波逐流而去，可以消灾消病，还能够把身上不好的东西都给去除掉。虽然你是为了救我，可还是帮你放个水灯，消除一下杀业比较好。不必了，我不信这些。信则有，信则灵。小时候我也不信，所以放得十分敷衍。后来，我阿娘病得越来越重，离开了我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够认认真真的去放每一盏水灯，是不是老天爷就会随了我的心愿，让阿娘一直陪伴着我？就算放千只万只水灯，该走的人也还是会走。今生今世，他们早已打定主意，只肯陪我们走这一程，改变不了，一切都改变不了。哎，鬼面！大哥领，那匪徒在身相自缢，查不出身份。自缢而亡，既然要灭口，就不会想让我们查出身份的。下去吧。是。大哥领，真的不用叫大夫来瞧瞧，不用上药？多嘴，不必。谁说不必了？上药。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吗？我看你神色匆忙，总不能是赶着去休息吧？那当然不是了。我是想着，若是给你上完药不算太晚的话，我还可以去刑部整理一下案情。案子这么紧，半夜都不能休息。那我不是想着早点破案吗？熬一夜也没什么。但是我受伤了，难道今晚不能留下来照顾我吗？算了，不用你照顾，忙去吧。哎，我来。谁说我要走了？你是因为救我才受伤的。我若是现在走了，那老天爷都会觉得我没有良心。那万一到时候一道雷劈下来，那我不是冤枉我？
应该是扯到伤口。别分神，帮我好好包。哦，好。可能刚刚是我包扎的不够好，现在好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主上，主上饶命！属下已探听到，一良人那边也按寻常盗贼互殴案处理，都未报到刑部。废物，派利索点的人去办事。若再失误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属下知错，谢主上不杀之恩。刑部的那个陆锤锤，谁都不许动他。是。下去吧。这帮愚昧无知的草包，区区一个火鹅戏法便可搅得天翻地覆，用不了多久，这大仓，你先起来吧，去前厅吃点东西。人受伤了，就更要多吃点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身受重伤，行动不便。去前厅太麻烦了，我只想躺着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待会儿去把早食给你端过来。哎呀，不是，夫人呢？严府来人，请夫人赴宴去了。他交代大阁领您伤重，不必与他一起赴宴。要我们好好伺候您吃饭。下去吧。是。
大哥领，我什么事？我查到了，那个韩世元可不简单。六娘，我和韩郎一定于下月成亲。我以茶代酒，敬三姐和韩郎君一杯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此前我有急躁礼数不周的地方，还请你们原谅。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快坐下说吧。哎呀，我们严府今年呀，真是喜事连连。莫姐考入了弘文馆，六娘和采薇呀，都找到了好的归宿。嗯，六娘，你最近怎么老回娘家呀？是不是跟大哥领闹不愉快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在沈府挺好的，就是前几日吧，那个厨娘请假回家了几日，饭菜有些不合胃口，我这不回家来吃饭吗？那没事就好。外面传言啊，说你只要一回娘家，大哥领就来绑人，这状态吧是有点吓人。可你上次回娘家，他没来绑人，我反倒觉得不安心了。啊，嗨，老爷夫人，大哥令来了。大哥领，大哥领，请上座。夫君不是行动不便吗？岳父家宴，不可不来。是啊是啊，大哥领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大哥领。你来到底何事啊？这灯笼也太多太亮了。这边，到这儿。大哥领府平时都这样，沈府比这亮多了。大哥领，来来来。韩郎君，如此月圆之夜，是否也会和我一样，会想起自己的家人？我父母早逝，早就没有家人了。待我和采薇成婚，严府就是我的家。对对对。父母不在了，那兄弟姐妹呢？婚姻大事，出于礼数，也得知会他们一声吧。成婚之前，到这儿吧，两家也得见个面。哎，是是是，不必了。我自幼离家求学，和族中亲友早断了联络。只要我和采薇真心相爱便够了，旁的繁文缛节，我不在乎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这种繁文缛节很有必要？即便是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也希望能从对方的亲友身上获得认可和祝福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经过此次会面，能了解清楚双方的家事，以免被蒙蔽。
对对对。大哥领和我成婚的时候也没依着礼数来啊。韩郎君对三姐情深意重，才最为重要。天色已晚，也有些凉意了，不如大家各自回房歇息吧。是啊，那我们先走吧。对对对，大哥领，我们先回去歇息了啊。走走走。韩郎君，若真是情深意重，两情相悦，那便不怕坦诚以待，携手共度。好了，我们走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莫名非要来严府吃饭，还把人都吓走了。我也不愿意说，即便是要说，也不应该由我来说。故弄玄虚。哼。不早了，回去吧。都这么晚了，还回去？大哥领，大哥领，郎君已为您和夫人备好卧房。既然父亲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卧房，那我就不回去了。夫君，请自便。你要干嘛？干嘛？都说了为我们夫妻二人准备好了房间了，你留下了，想好明天怎么解释了吗？那你不走也先放我下来啊！被人家看到了不好。看到了怎么样？我就是要让人家看到，坐实我们夫妻和睦，你也省得解释了。不是，哎呀，回去休息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戏也演完了，该睡觉了。严府不比沈府，今晚你就在那儿将就一下吧。我是有伤在身的人，让我睡竹椅，不合适吧？谁让你看起来比我还健康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床上给你睡吧。
你要是愿意留下来，里面还有一半的位置，你睡里面；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出去，跟星星共眠一整夜。今日就先这样，将就一下，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得有，谁都不可以越过这床被子啊。睡不着，还不如出去跟新月共眠呢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都把房间让给你了。屋里蜡烛灭了，房间太暗，我睡不着。你快点让人去把蜡烛给点上。沈度，大半夜的你非要折腾人是不是？蜡烛点着的时候你也没睡着啊，翻来覆去的还害我睡不着。因为蜡烛点着的时候也不够亮。还是略暗。你这人真的是古怪的很。我爹今晚还特意多点了几个烛台，你还嫌暗？你是睡觉又不是读书写字，非得布置成白灿灿的光，又不是眼瞎看不见。我算是知道沈度为什么叫白无常了。你看这一个个的，白日里就像个灵堂，到了晚上还是这么亮如白昼的。哪有人提着灯笼去揍人的？没灯不行。莫非？他有缺母之症。哦，今晚真是难得哈！哎，你看，东边的苍龙七宿星，还有南边的朱雀七宿星，都能看得到。
啊，你看那边，那边的4颗星星连着，像不像方块的4个角？那边那4颗是地土墨星宿，下面还有4颗是角木蛟星宿。果然看不见，那边根本就没有星星。哦，你知道这么多星宿的名字，那你真厉害。那边那个连起来像兔子，这个星星叫什么呀？叫闭月乌星宿。那这边这颗呢？我觉得这颗看着像透花瓷，还有南边的看起来像一个樱桃的轮廓。它叫景木暗星。这个不好听，换一个名字。我觉得要不就叫樱桃碧螺星，它旁边的就是透花瓷星。哪儿好听了？奇奇怪怪的名字，而且都还是糕点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就是要用吃的命名才好。小的时候我胃口不好，我阿娘便给天上的星星都取了个糕点的名字，还骗我说哪颗星星亮着就要多吃那种糕点，要不然那颗星星就再也不会亮了。今日你得多吃几颗透花瓷，因为今日像透花瓷的星星亮着。我阿娘说了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像透花瓷的星星就会灭掉的。快点吃吧。心分过，一生萧索，一生寂寞。情染过，何处散落，何处斑驳？在迷雾中漂泊，茫茫烟波，黑暗中摸索。你经过天然花火。你干什么？难道是你？爱扑朔，刺痛了你，也灼伤我。这沿途花开落，大雨滂沱，灯火会交错。你就是我的下落。谁渡过落寞与困惑，看懂我脆弱都不必说。谁渡我失所与执着，收留我孤单却不显落。绕不开你我命定的枷锁，怀抱你给过的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何事？韩郎君一大早便去找了郎君，说要宣布一件事，让我来请您和夫人也一起。好，我们这就去啊！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哎，大哥领，免了。大哥领，你来了，多谢你给我自己坦白的机会。韩郎，你究竟要说什么？采薇，
我骗了你。我父母亲尚有一子在世，他便是太皇太后宠臣，礼部侍郎张宝环。张侍郎，但我有一事不明，既然你是张侍郎的弟弟，那他为什么不利用关系保护你，免受殷王殿下的迫害？弟弟，殷王殿下正是知道我与张宝环的关系之后，抱着跟太皇太后较劲的心思，才想将我收为他的面首。我屡次拒绝，却难以摆脱。我与他虽是一母同胞，但是他不配做我的哥哥。他没有保护姐姐。姐姐？锦绣坊当年的老板娘是你姐姐张宝英？采薇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当年锦绣坊事发，我们张家满门被诛，而张宝环利用他的关系保住了我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他既能保住我，为何不能保住姐姐？我恨他没能保护姐姐，也恨自己无能。从那时起，我便下定决心，不再与张家有任何关系。我母亲姓韩，就随了她的姓，改名韩世元。或许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呢。你应该知道，他在太皇太后身边有多么艰难，伴君如伴虎，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明白的。你未见过那血流成河的画面，又怎能感同身受？不要怕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若你是我，你便说不出这样的话了。你错了，正是因为他们是枉死的，所以才更应该靠自己，想尽办法替他们讨回公道，而不是在这自欺欺人，和他们撇清关系。孽缘呐，孽缘呐！韩郎君，你与小女的婚事，容我再想一想，还望见谅。严府区区小宅，实在是再经不起风雨了。我今日说出这些，便料到后果如何。我一夜未眠，终是想到不能一边骗着采薇，一边与她成亲。这些日子居于府中，
多有打扰，韩某告辞了。韩郎君，采薇，采薇。这韩郎君，果然是张侍郎的至亲之人。锦绣方一案，涉及皇家旧事和太皇太后近臣，关联甚广，一定谨慎行事。明白，我一定小心。其实还有一事，当年在醉容所，有个小女孩经常半夜来看我，给我带来吃食和外面的见闻。可是某天起，便再未见到她。我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面了，但昨日，我好像找到了她，亦或是一个和她很像的人。多年前，你拜托我查过醉容所的出入记录，就是为了找他，对吗？但出入记录上没有小姑娘出入，所以我也不禁怀疑，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，还只是我虚梦一场。他若是夜里出入，那多半未曾记录在出入簿上。那醉奴之所，亦是我少时圈禁之地。现在想来，还时常噩梦。他敢在夜里深入醉容所照拂你，必是位善良的女子。若你们真有缘重逢再相认，定要好好善待她。若真有缘重逢，倒也不必相认。如今我也是大仓百姓口口相传的大仓第一酷吏，暴逆无道，恶犬伤人，也无颜再面对20万般了。恶犬伤人？你说的是明堂祭拜那次？若不是你放出恶犬筛选罪犯，那恐怕台下人人都要丧命于弓箭之下了。许那厮久居深宫之中，却目达千里，对宫外之事了如指掌。你莫折煞我了，此事可是香安城人尽皆知，这不成为了你白无常名下的又一笔罪状？沈度，背负如此骂名，你可觉得值得？严氏，你用越级办案啊？你还说你没有越级？这是内卫府送来的加密卷宗，指明只有你能看。啊？本来内卫府的案子我就是分给你的，但是案律得先归档，然后从上往下分发，哪有越过我直接到你手里的道理？此事你必须严肃提醒内卫府。好的，吴主事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所有送过来的卷宗还有证据，都必须经过您的审视和认可再分配。那还差不多。什么玩意儿？地表暗语吗？
巨盛奴心，透花滋心，樱桃。啊，这应该是我夫君近日对天文星象产生了兴趣，一边观测，一边将星象画下成图，赠予我们刑部，以备查案之需。莫名其妙，这些东西给我们有用吗？有用吗？这儿是刑部，不是太史局。莫名其妙，以为我们刑部很闲是吧？咦嘘。不吃糕点，也能留住满目星辰。难为他，把我昨晚胡诌的方位和名字全记住了。沈都，我会想办法治好你的雀目之症的。人有昼而晴明，至明便不见物，谓之雀目。雀目益养肝补血。这是夫人让准备的下水，给郎君做一日三餐。你在做饭啊？我看着都是像在做饭。都围着干嘛呢？这都是。都散了，手里都没点活啊！五金草。你也忙去，哦，好嘞。快，跟我走。夜明砂。郎君，这是夫人给您做的鲜人羊肝羹。
大哥令，夫人交代，您中午要吃一碗古井草夜明砂蒸鸡肝。中午又吃啊？怎么没完没了了？我不吃啊。我知道你夜间为何掌灯了。若想得见星空，一日三餐都要吃。如若不吃，看第二场。不想全香安城都知道白无常的秘密，就给我好好进补治疗。你刚才说这鬼东西叫什么？古精草夜明砂蒸鸡肝。古精草我知道是什么，这夜明砂是什么东西？大哥领，您确定要我说？到底是什么？蝙蝠粪便。颜柳宁，大哥领，要不咱不吃了？你是什么人上？把他给我请来面面服。夫人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大哥领吃完鸡肝以后，心情就不太好。我先去看内卫训练了。看什么呢？还有你，颜六娘，你要是想谋杀亲夫，一剑捅了我便是。何必这么迂回，搞这些文之玉兔的汤羹？沈舵，你狗咬吕洞宾，这都是我翻遍了所有医书摸索出来的食谱。古医书记载，雀目就应当服用养肝明目之品，比如动物的内脏，还有……你不光是动物内脏，还有动物粪便。什么动物粪便啊？你说的是夜明砂？那道古精草夜明砂蒸鸡肝是《诸病源后论》中记载的。夜明砂是最重要的一味药引。沈管家可是跑遍了全城的药馆才给你买到的，我也撑了一夜才做成，你可别好心当成驴肝肺啊！别再提肝这个词了。良药苦口，你这样发泄情绪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。你要是没什么正事要说的话，我就先回部里了。陈守节这2天在医馆调养，时而清明，时而呆滞的。人我已经接来了内卫府。想要问话，便随我来。陈大人，你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家中怎会有锦绣坊的绣品？
她是我田房，之前在锦绣坊也做过绣娘，还带过徒弟，手艺真好。锦绣坊犯案时，她刚好有事不在，之后朝廷搜查余党，她四处躲避，遇上了我。我见她吃苦耐劳，便娶了她做续房。这些绣品都是她习惯了绣活，打发时间做来消遣的。火，从他身上应该问不出什么来了。原来陈夫人也曾是锦绣坊的绣娘，那嫌犯杀人灭口是想把跟锦绣坊有关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。若是如此，是不是就意味着锦绣坊一案藏着一个大秘密，一个令嫌犯不惜灭口也不能被传出来的秘密？但眼下都是我们的猜测，无凭无据。的确，需要进一步调查，而且是要有针对性的调查。我决定今日写一个申请，明日交到刑部，申请将陈火娥一案和锦绣坊案两案合并调查审理。恐怕很难，这两个案子牵扯的人太广了，他们都不想旧案重提，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办案的。但你不试试，怎么就知道结局呢？怎么回事？前面英王府的人在为难韩世元，挡住了去路。韩郎君，英王府有请。等等，别莽撞。景林、苏雪璇、张宝环